最近被 OpenAI 发布的一堆多模态技术刷屏了，大家看到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，可能也有些疑惑，这些多模态技术的突破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怎么在没有 AI 和机器学习相关的专业背景下，最大程度的去理解这件事？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彪哥最近的观察和思考，其中会包括多模态领域的最新进展，彪哥对多模态技术的理解，还有这方面的进展怎么帮助彪哥提高内容生产力。ChatGPT 修自行车的视频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到了，彪哥也是大为震惊。简单来说 ，OpenAI 公布了3个东西，一个是拥有图像理解能力的 GPT-4 Vision， 然后是基于 GPT-4 Vision 实现的有图片理解能力的 ChatGPT 和新一代的图片生成工具 DALL-E 3。OpenAI 的这些多模态技术可能只是个开始，这几个月大家很可能会看到各种多模态技术的爆发，包括谷歌快要发布的 Gemini。据传比 GPT-4 的参数量还大几倍，而且直接就是用多模态的数据训练而成的，可能用到了 YouTube 作为训练数据。Meta 在上个月发布了一款叫 Seamless M4T 的多模态翻译 AI， 而且接下来的 Llama 3据传也会是多模态的。从论文方面来看，最近 Any-to-Any 方面的多模态论文也不少，比如微软的 Composable Diffusion， 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NextGPT。 看过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，很多小伙伴可能还在好奇多模态到底是什么？它跟我们现在用的 GPT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？多模态里的模态指的是文本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等信息的不同模式。对于 AI 来说，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模式里的呈现，都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理解。就像人需要通过五感来接受外界的信息，一辆火车长什么样和火车会发出什么声音，是需要分别用眼睛和耳朵来接受这两种不同的信息模式。因为我们每次听到火车轰鸣声的时候，眼睛也能看到火车，所以大脑把这两种信息联系了起来，之后只要听到轰鸣声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火车的画面。对于 AI 来说，这个过程也是类似的。AI 在每一个模态里对一个概念的理解，都需要用这个模态的大量数据来训练。这次 OpenAI 公布的 GPT-4 Vision 就是在 GPT-4 的文本能力基础上，用同样的训练方式训练了图像数据和文字的结合。其实多模态这个概念本身并不稀奇，大家习以为常的各种 AI 技术，包括生成图片、图片识别、自动驾驶等，都涉及到要让 AI 理解跨模态的概念。那 OpenAI 发布的这波多模态技术到底牛逼在哪儿呢？现有的这些多模态的应用更多是针对特定场景定制的解决方案。比如说小红书的技术团队就分享过他们怎么利用多模态训练出来的 AI 来理解图文之间的相关性，然后来解决搜索、推荐等问题。像 Midjourney、Stable Diffusion 等生成图片的 AI 同样是文字和图片之间的多模态，但这些 AI 在图文上的理解只能用来生成有艺术性的图片，并不擅长在日常的照片里识别内容。OpenAI 发布的基于 GPT-4 Vision 的 ChatGPT 和 DALL-E 3，这些产品最大的突破点在于让多模态技术能广泛的应用到各种场景。因为 GPT 本身是个通用的大语言模型，已经理解了现实中非常多的概念，而且我们能通过自然语言跟它交流。那在这样的基础上， GPT-4 Vision 又理解了这些概念在图像里的呈现方式，把这些能力结合在一起，同时运用在文字生成图片和图片转化文字这2个方向上，就彻底的把图文之间的多模态给通用化了。从彪哥自身的需求出发来看这个事情， OpenAI 这套多模态组合拳打出来之后，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用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，角色一致性的问题被解决了。目前流行的 AI 生成图的工具，比如 Midjourney， 之所以还没有办法替代一些复杂的美术生产线，比如说制作游戏素材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技术没有办法确保 AI 能在多次生成图片的过程中，能连贯地描绘出同一个人物在不同角度、不同环境、不同动作下的样子。所以目前 AI 出的图只适合用在一些单次使用的场景，比如说海报或者产品宣传。我们从 DALL-E 3的 demo 里能看出来， OpenAI 这次是把 ChatGPT 和 DALL-E 做了一个深度结合，很大程度地解决了角色一致性的问题。这里面的进步在于，一方面是可以用 ChatGPT 的自然语言能力来理解用户的需求，然后由 ChatGPT 来帮你写生成图片需要的 prompt。 另一方面 DALL-E 3能更严格地遵守文字的需求，这应该是基于 ChatGPT-4 Vision 本身强大的文字理解能力做到的。除此之外，彪哥猜测 DALL-E 3在生成图片的时候，不仅是用到了单个图片的 prompt，
应该也会用到整个聊天记录作为 context。就算你对一次生成的结果不满意，也可以直接告诉他哪里不对，然后通过迭代慢慢接近想要的效果，而不用像之前抽奖一样的去试很多不同的 prompt。对于彪哥来说，在独立游戏制作和内容创作的任务上， AI 能不能生成统一的角色是有质的区别的。DALL-E 3它不需要达到 Midjourney 和顶级画师的质量，只要能开始生成一致的角色或者环境，就已经能很大程度的被用在一些对美术要求不高的休闲类小游戏里。对于这些业务的团队来说，本来需要花在美术上的成本就开始减少了。对于独立的开发人员来说，本来需要找美术合作的项目也变得一个人就可以完成。而且随着 AI 生成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，这种生产模式能覆盖的市场范围会越来越大。这些技术的具体效果肯定要等上手之后才知道，不过短短几个月就进展到这一步，真的很让人激动。通用大模型的多模态能力，光是直接拿来用就有这么多的应用场景。如果让 Agent 来使用的话，其中的可能性就更难想象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聊聊这方面的发展。这次先聊到这，关注彪哥，带你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。